最近国内朋友刷抖音，是不是满屏都是那个摇起来哇哇叫的主知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不就是网友闲来无事跟风玩梗图一乐的网络闹剧吗？但小编今天想说点没人敢深挖的真相。如果你只把这件事当成普通玩梗，那你就彻底掉进别人精心布好的舆论圈套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好奇，一个早就淡出大众视野、几块钱就能买到的老式竹制玩具，好好放在角落无人问津，怎么突然就成了全网刷屏的热梗，还硬生生逼出了华为的公关大战？整件事的起因其实特别简单，熟悉华为的朋友都知道，之前问界 M9 发布会，余承东放出了那句出圈名言：1000万以内最好的 SUV。每次发布会现场新品亮相、亮点公布的时候，台下观众都会响起整齐又响亮的哇哇惊叹声。这个画面和声音早就成了网友熟知的名场面，而竹知了这个老玩具，拿手轻轻一摇，发出的声音刚好和发布会的哇声高度重合。最开始只是个别数码区博主发现了这个有趣的巧合，简单剪辑了二创视频，一边是高端盛大的华为发布会，一边是几块钱的地摊竹玩具，配上一句1000万以内最好的玩具调侃文案。说实话，单看最初的内容就是普通的互联网玩梗，没有恶意抹黑，没有造谣传谣，没有人身攻击，纯粹是网友找乐子玩反差梗。换做任何一家企业，大概率都是一笑置之，根本掀不起半点风浪。正常的网络热梗小火几天就会自然降温，无人问津。可这次的竹知了梗完全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反常的细节？一般都是先有爆款视频出圈，网友自发跟风，再冲上热搜，但这次顺序彻底颠倒了，先是集中批量冒出华为投诉竹知了的热搜词条，强行把话题推到全网眼前，大家才知道有这么个玩具，有这么个梗。这根本不是偶然的网友狂欢，是一场铺垫了整整4个月的长线舆论布局。有网友专门梳理过时间线，看完真的背后发凉。早在今年4月，网上就开始批量出现针对华为、针对余承东的各类剪辑玩梗内容，各种刻意调侃、断章取义的二创内容轮番铺垫，一点点试探平台底线和大众观感。到了7月11日，大批固定黑华为的博主、行业 KOL 统一发力，集中把竹知了和华为发布会、余承东名场面深度绑定，统一文案、统一剪辑套路、统一传播节奏。最关键的操作来了，这帮操盘手极其擅长伪装受害者，前期批量输出调侃内容，等华为后续正常维权投诉，他们立马集体跳出来卖惨喊冤，把企业合法维权包装成大厂仗势欺人，华为玻璃心，格局小，连网友玩梗都容不下，统一口径带节奏，大批量同质化内容集中刷屏。这种规整规模化有脚本的传播模式，普通网友跟风根本做不出来，妥妥的专业团队操盘炒作。可能很多普通人看不懂，不就是玩个梗吗？至于上升到舆论战，小编给大家说白一点，这就是传播学里典型的迷因舆论战。说白了，就是用看似娱乐、毫无攻击性的玩梗、表情包、二创段子代替生硬的抹黑造谣，悄悄改变大众的认知。这种打法最歹毒的地方就是隐蔽性极强，你没法溯源，没法取证，没法追责。大家的大脑对搞笑娱乐内容本身就没有防备心，不知不觉就会接受梗背后隐藏的偏见。原本这场暗战，华为完全有能力轻松化解，结果官方的一波操作，直接把小事炒成了全网舆情危机。面对铺天盖地的二创调侃视频，华为法务和公关部门直接启动了最标准、最生硬的处理方式，大批量向平台发投诉、发律师函，以侵犯肖像权、损害企业商誉的理由，强制下架海量相关视频。从法律层面来讲，华为的操作挑不出任何毛病，完全是正规合法的维权行为。但在舆论场上，这就是100%的战略失误。互联网舆论场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的压制和删帖，你越是大批量下架内容，强硬管控，大众的逆反心理就越重，这就是经典的禁果效应，越压制越传播越火爆。本来很多人根本没关注，不了解这个梗，结果华为一投诉一下架上热搜，瞬间全网皆知，网友瞬间被点燃逆反情绪，纷纷跟风创作。
二次翻拍，你删视频我就换花样继续发，没有 logo， 没有人名，没有敏感词，就单纯摇逐质量，配无关画面，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下华为彻底陷入了两难，你没法起诉一个摇玩具的普通人，也没法封杀一个无实意的拟声词，彻底陷入公关泥潭。最直观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舆情爆发那几天，主知料的全网搜索转化率暴涨数千倍，单日发货量直接破100万。本来无人问津的老玩具，硬生生靠着这场舆论混战卖成爆款。幕后操盘手完美实现了预期目标，不用一句脏话，不用一条黑料，仅凭一个娱乐梗就成功解构华为的高端品牌形象，消解国产科技的公信力，还让华为落得一个傲慢、小气、容不下不同声音的负面口碑。所以看似全民狂欢的玩梗，实则是一场成本极低、杀伤力极强的精准舆论狙击。聊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小编知道很多人现在情绪很极端，要么无脑跟风嘲讽华为小题大做，要么无条件站队坚决维护华为，不允许半点质疑。小编客观说句真话，华为绝对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民族脊梁，这份功劳和分量谁都没法否认，没法抹黑。但与此同时，这次主知料事件暴露出来的营销短板、舆情管控弊端，也是真实存在、必须正视的问题。先说说华为无可代替的行业贡献，这也是为什么无数国人自发支持华为的核心原因。这么多年，华为是真的在绝境中为中国科技杀出了一条生路。在海外全方位技术封锁、芯片断供、产业链围堵的绝境下，无数企业纷纷妥协退让，只有华为硬扛着所有压力死磕到底。别人不敢啃的自研硬骨头，华为啃了；别人不敢投入的长期技术攻坚，华为坚持了。麒麟芯片逆盘回归，鸿蒙系统搭建起国产自主生态，5G 技术领跑全球，智能汽车赛道强势突围。在高端数码、通信科技、智能终端这些长期被海外品牌垄断的赛道上，是华为硬生生撕开缺口，打破了国外的技术霸权和定价话语权。它不靠炒作，不靠流量，靠的是10几万科研人员日夜攻坚，靠的是持续多年的巨额研发投入，靠的是一次次绝境翻盘的韧性。更重要的是，华为的崛起从来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带动了一整条国产产业链的升级。无数国内上下游企业跟着华为成长，突破技术瓶颈，提升制造水平，为国内科技产业、高端制造业积累了宝贵的技术经验和产业底气。在海外势力刻意打压、处处卡脖子的大环境下，华为早就不只是一家普通商业公司，更是国产科技突破的标杆，是国人科技自信的底气来源。说是民族产业的脊梁，一点都不为过。也正因为这份特殊的国民情怀和民族属性，华为被天然赋予了超高舆论权重。普通企业被网友调侃、玩梗、吐槽，就是简单的市场评价、网友互动，但放到华为身上，一句普通玩梗很容易被上升到否定国产、打压民族产业的高度。这种高绑定的民族叙事给华为带来了顶级的国民好感和品牌溢价，但也成了一把双刃剑，彻底压缩了品牌的舆论容错空间。一旦出现网友调侃，企业很容易下意识把大众的娱乐玩梗解读成对品牌甚至对国产科技的挑衅和否定，这也是这次主知料事件爆发的深层根源。技术实力越来越强，行业地位越来越高的华为，舆论包容度和松弛感反而越来越弱。客观说句实话，这次华为的应对方式确实存在明显问题，算不上合格的公关处理。整件事里，主知料玩梗没有造谣，没有抹黑产品质量，没有捏造负面丑闻，只是利用宣传口号做了趣味戏仿，1000万以内最好。这句宣传语传播度极高，记忆点极强，但本身结构太单一，极其容易被网友套用调侃。从汽车、家电到拖鞋、玩具，万物皆可套用，这是品牌宣传姿态的漏洞。面对这种全网普遍性的戏仿，最优解绝对不是一刀切删帖、批量投诉。成熟的品牌公关遇到这种无伤大雅的玩梗热潮，要么顺势自嘲接住热度，用幽默化解调侃，把负面戏谑变成正向流量，要么冷处理，不回应，不较真，热度自然会快速消退。反观华为这次的操作，堪称反面教材，正规合法的维权动作，硬生生做成了败露人员的公关事故，主动把小事放大，给了幕后势力持续炒作、煽动对立的机会。而这背后暴露的是所有大型企业的通病，不只是华为一家的问题，超大企业的舆情管控、法务体系都是流水线式的标准化流程，层层分工，各司其职，但没人对最终的舆论结果负责。
舆情部门的考核 KPI 是删掉多少负面内容，处理多少风险线索，处置速度有多快，而不是评估处理动作带来的舆论反噬。这就导致所有工作人员的心态都是宁错杀不放过，哪怕是无伤大雅的玩梗调侃，只要系统判定有风险，就直接走流程投诉下架，绝对不会冒险放任。毕竟放过一条内容，出事就要追责，错杀100条也不会被扣考核。久而久之，企业舆情管控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紧绷，慢慢失去了应对网络娱乐化、轻松化氛围的能力。一只主知了永远叫不垮华为，因为华为的地位是无数次技术突破、绝境突围打出来的，不是靠舆论完美、零差评口碑吹出来的。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可以坚定支持国产科技，守护民族企业，但也必须接受，优秀的企业同样会有短板，会犯错，会有应对不当的时候，而这就是这场全网逐知了风波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